两年刚结束那个悉尼电影节，一直有在关注文艺片。那像这样的电影节，其实给这样的文艺片一些面向观众的机会。我有时候看那种商业片、美国大片，真就看睡了。很奇怪，就比如说我看那种贾樟柯的或者王小帅那个特别长、节奏又很慢的那种片子呢，反而睡不着。提到贾樟柯导演，他最近一部片子你看了没？叫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》。没看。其实我第一个引起注意的就是小五，不光是质朴，抛开一些技巧方面的东西、表现方面的东西，回归到电影的话，还是在讲一个故事。你讲故事的方式引发别人的一些什么样的思考或者共鸣。这部可能是他更私人，相当于是采访了几位内地的非常有名的作家，这是他生命当中的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所以他就是想要展示他内心的一个强烈连接的东西。我近期看了有一个片儿叫《莫迪》，一个天生有残疾的女生，生活当中遭遇了很多不幸，但是呢，她有绘画的天赋，她对生活的向往是美好的。你从他的画上就能看出来，他后来是被人发现了，就有很多人来买他的画，但是他也不是说变成那种艺术大家，还是一个普通人。他还说过一句话 ：“The whole life is already framed。”你的这个程序已经写好了。安德烈·塔可夫斯基，我看他第一部片子就叫《乡愁》，他的片子非常具有诗意，里面他那些取景地是在意大利，无论他的教堂也好，还是他的那种小镇，给你带来的那种美感上的享受也是非常愉悦的。他节奏很慢，但是你真的是完全不对。节奏慢你会关注到很多细节，节奏快呢很容易把你带到一个很机械的疲劳状态。最近我刚看过一个，那一定是商业大片《沙丘》，你没看之前，网上几乎是一面倒的，就说哎呀这个片子拍砸了。首先我觉得这种题材导演能把它给拍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构建的这个世界观啊，整个太宏大。我个人的观影感受，我觉得还是 OK 的。比方说里面反面角色那个男爵，整个从空中飘起来的时候，给人的这种压迫感、恐惧的感受，他做得非常到位，而且很有戏剧张力。包括电影的原声，汉斯季默配乐大师做的这些东西，整个音乐一起来，你就被带到了这样的一个氛围。商业片它其实也是有能做到这样的审美情绪在，而且它是兼具票房的收入的。关于无尽，他是一个瑞典的导演叫罗伊·安德森，他之前那部很有名的叫《寒之雀境》，那这部呢，其实你从整个的调性上看也是非常充满诗意的。它的电影海报就是来自于夏加尔的《在城市之上》，它里面完全没有一个所谓的故事线，全程都是有一个旁白、话外音、方形，也很有意思。有一个桥段，展览的发布的一个晚宴 ，Gallery 的馆长他就邀请了这样一个相当于一个行为艺术表演，他就开始就模仿猩猩。一开始大家还在接受这个东西，慢慢他开始侵犯别人，期间那些观众慢慢开始变得紧张，就是束手无策，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是一个艺术。直到扮演猩猩的演员，他把一个女观众给撕扯到地上，准备强暴他的时候，终于被制止了。国内的这个文艺片的导演，你刚刚说贾樟柯嘛，在他之后，金瑞导演一个父母必干，他的第一部个人的长篇作品《路边野餐》，整个片子视觉结构是非常新颖的，因为导演本身他是从小打游戏，镜头的运镜切换，就感觉你是在人物的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但是他讲的故事又是一个非常诗意的故事。这部影片本身的名字叫做《狂然录》，是因为导演深受塔可夫斯基的影响。塔可夫斯基有一部代表作叫做《潜行者》，来自于前苏联的科幻小说《路边野餐》，他把它改成了他的同名，致敬这位他心中的大导演。我想起来最近国内有一个综艺《导演请指教》，其中有一些就是可能拍的比较实业比较先锋一点，那就遭到了两极化的这种争论。普通观众可能觉得说你拍这东西完全看不懂，那我肯定没有情绪再去看下去。专业的评论反驳说，你为什么不能给这些片子一个机会？这本身这个东西是不能放在一起讨论的。以西方国家来看，它是有专门的文艺片院线的，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能放到这个同样的影院里面，让同样的人去欣赏，那就是有不同的消费人群而已，没有所谓的电影就应该怎么样。电影艺术本身啊，就其实这个东西它跟绘画呀、跟雕塑啊这种传统艺术它并不太一样，它就是一个商业社会的产物，它带有非常强烈的产品属性。像电影票嘛，就代表着你要消费嘛。我的理解啊，文艺片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感受，故事情节呢，可能有时候它不像商业片给的那么直接或者那么清晰，更多的是导演的一种 personal 的一种思考，我觉得。